刚开始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直到人们突然震惊地意识到，政府发给自己的最后一批福利，竟是一种无色无味但却能够帮助自己安乐死的毒药。因为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一场充斥着剧毒物质的风暴即将席卷全球。而就在末日降临前的平安夜里，几个年轻的家庭依旧恪守着以往的传统，相聚一堂，准备共同度过这个最后的夜晚。人们在一片温馨的环境中尝尽美食，尽情说笑，不停分享着一个个生活中的趣事。而尽管内心已经充满了未知的恐惧，但众人却还是十分配合地竖起耳朵，仔细聆听着彼此内心的倾诉，生怕一不小心流露出了些许惊慌，就破坏了此刻异常珍贵的轻松氛围。在一阵看似和谐的举杯换盏背后，一切也只不过是逃避现实的强装镇定。而此时坐在正中间的小男孩，却仿佛已经看透了大人们的不自然，于是忍不住地拆穿了眼前的假象，说这些年来地球一直被迫吸纳着人类制造出的各种垃圾，现在他无法再承受，想要全部吐出来，这才出现了席卷全球的风暴。所以过了今晚的平安夜，所有的人们都将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此言一出，在场的众人顿时无言以对，气氛一瞬之间就被拉回了残酷的现实。眼看着孩子们的情绪一下子变得低落，大人们连忙安慰说，眼前经历的一切根本就不是他们的错，同时也是他们无法选择的，而且外面的毒气也并没有多么可怕，只要在它来临前及时将药片服下，所有人都会像是睡着了一样，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痛苦，况且深爱他们的父母也会寸步不离地陪在身边。看到了大人们轻描淡写的表情，孩子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释怀的微笑，然而坐在角落里的小男孩却始终显得心事重重。于是趁着四下无人，男孩偷偷跑进了父母的房间，然后小心翼翼地掏出手机，屏幕上则正播放着官方发布的宣传视频。原来中毒的过程总共分为3个阶段，第一步身体接触有毒物质，第二步毒物入侵神经系统，第三步全身剧痛七窍流血而死。所以政府为每个公民提前发放了一种可以安乐死的毒药，让所有人都能免除痛苦的折磨，安详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尽管现实已然如此残酷，但众人却似乎不愿意让悲伤的情绪肆意蔓延。他们点燃了手中的烟花，尽情地沉浸在这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里，看着空中自由绽放的烟火，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即便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今天也要在这最后的时刻记录下世间的美好。此时一切的烦恼都已被他们抛之脑后。随后众人便意犹未尽地围坐在了火炉边，翻起相册回忆起过往的点点滴滴。在一杯杯酒精的作用下，人们逐渐敞开了心扉，互相倾诉着各自尘封在内心深处的秘密。慢慢的，谈话也开始变得口无遮拦，一个个惊天大瓜相继爆出，人与人之间的爱恨纠葛也终于在这此起彼伏的发言中出人意料地摊开在了众人面前。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里的氛围却并没有因为各种矛盾和发泄而变得尴尬，此时的人们反而选择了久违的原谅和释怀。他们起身紧紧相拥，相互致歉，彼此安慰，各自表达着对他人的愧疚。因为就在这走向死亡前最后的夜晚，人性中的善意已经成为了彼此之间最大的安慰。人生仅存的幸事莫不过此时还能跟挚友庄重道别。转眼时钟走过了12点，又到了道声圣诞快乐的时间。男孩一家整整齐齐地围坐在床上，准时地连通了外婆的视频。尽管身在千里之外，但一家人脸上洋溢出的幸福却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祖孙之间各自倾诉着对彼此的思念，浓烈的情感已经让女人无力承受，却没想到外婆此时的处境竟让他们甚至来不及说声再见。眼看着窗外早已近在咫尺的毒物，老人赶紧拾起沙发上的药片，然后颤抖着塞进了嘴里，随后则只能任凭这场无情的风暴吞噬了自己熟知的世界。而此时的父亲也已经明白了一切，不忍心让孩子们承受眼前的残忍，毅然决然地抢走了面前的电脑。可看着手机里昔日与外婆的合照，男孩的内心却还是久久无法释怀。他觉得人的一生不应该如此草草收场，于是便急匆匆地跑进了父亲朋友的房间，那是一位治病救人多年的黑人医生。男孩略带天真地说道，既然你是医生，那你一定更了解死亡的可怕，所以自己还不想死，更不会去选择吃那该死的药片。看出了男孩的焦虑，医生赶紧安慰，吃药是为了避免死于毒气的痛苦。却没想到男孩却说自己根本不怕疼，只是不想亲手放弃自己的人生。无奈之下，医生只能道出现实。他说那种刻骨的疼痛根本就不是血肉之躯能够承受的，所以人们更愿意选择在痛苦来临之前有尊严的死去。却没想到男孩竟突然言辞激烈地反驳道，就算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科学家，也一定会有搞错的时候。万一真的有人能在毒气之中活下来，那么那些怕疼吃药的人岂不是白白死掉了？他才不需要那些所谓的科学家来决定自己的生死。见状，医生赶紧补充道，这一结论早已被全世界的科学界证实。却不成想男孩却就此回怼，医生的责任应该是救死扶伤，而不是跪倒在痛苦面前选择逃避现实。听到了年幼孩童竟讲出了如此的人生道理，医生瞬间被呛得哑口无言。然而此时他形如死灰的内心却早已激荡不出一丝波澜，于是只好草草离开，转身便再次投身进了酒精的麻痹和众人最后的狂欢之中。一阵虚假的喧嚣过后，裹挟着剧毒的风暴已经逐步向着他们袭来。男孩的父母得知儿子不愿吃药的事，害怕他们走后儿子会独自承受刻骨的剧痛，
于是避开了众人的面，偷偷把男孩叫到车里谈心。却没想到男孩不但十分坚定，甚至劝说父母和弟弟们也不要吃药自杀，说只要在风暴来临时封死家里的门窗，再戴上有效的防毒面具，等到毒气被风吹散，没准就真的能够存活下来。却没想到看着儿子真挚的神情，母亲却只能无奈地戳穿了现实。他们并不是没有想过办法，可奈何毒物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它能轻易地穿透任何物品，然后杀死一切活着的东西。自己哪怕是有任何一种可行的方法，也绝不会让他们的孩子去吃那些该死的毒药。尽管女人表达的真挚动情，然而男孩却还是不愿接受如此不公的命运，于是激动地冲出汽车，沿着一片漆黑的公路，不停地想要逃离这里，直到撞见了一辆闪烁着灯光的汽车，才好奇地停下了自己的脚步。男孩小心翼翼地向着车边靠近，却意外发现了挡风玻璃前早已拆装的药片。看着车窗里早已选择离世的一家人，男孩无法面对现实的残酷，下一秒便不由自主地大叫起来，却全然不曾注意到自己此时已经不慎吸入了从身边掠过的毒物。回到